Agent 创世纪为您讲解 Mirage 自适应多模态门控全脑 fMRI 编码。这是瑞士联邦理工学院 EPFL 在神经科学领域的重大突破。Mirage 利用原生多模态大模型解码全脑活动，它能精准预测 fMRI 信号，并刷新了全脑预测记录。该架构在 Algonauts 2025挑战赛中夺得全脑预测冠军。模型同时处理视觉、听觉和文本3种模态，3种信息在大模型内部深度融合，而非简单拼接。这为理解大脑多感官整合提供了新的研究工具。该架构展现了从神经编码到脑机接口的潜力。人类大脑处理信息时天生就是全模态的，视觉、听觉与语言在神经元层面深度交织。这种原生融合机制支撑了人类的高效认知能力。然而，传统 AI 编码模型采用的是截然不同策略。它们依赖单模态模型，或在最后阶段才拼合数据。这种事后拼接方式割裂了模态间的内在关联，它无法捕捉大脑原生多模态融合的复杂动态。因此，这些模型对大脑活动的预测存在根本局限。传统脑编码模型仅用固定网络层特征，它们只取某层或几层平均值预测全脑。大脑不同皮层区域处理信息的深度差异巨大。初级视觉皮层依赖浅层特征，高级语义需深层。用统一深度映射所有脑区不符合生物学事实。这种僵化映射导致模型难以精准匹配各脑区。固定层策略被红色叉号标出错误。必须设计自适应选择网络深度的全新架构。Mirage 核心：原生多模态融合、自适应、层级门控、全脑精准编码。原生融合用全模态大模型提取特征，摒弃独立模型。自适应层级门控，自动学习每层特征对脑区的贡献。全脑精准编码利用时间序列 Transformer 实现高精度 fMRI 信号预测。多模态融合应是特征固有属性，而非下游环节。自适应门控动态调整特征来源，适配不同脑区。3个组件协同工作，共同提升预测精度。这标志着大脑预测从机械拼接走向原生融合。Mirage 选用 Qwen 3 Omni 30B 作为核心引擎，这款模型拥有300亿参数。视觉、听觉和文本通过深度交叉注意力在模型内部融合。融合发生在语言模型的深层架构，而非最后阶段。传统方法中，视觉、听觉、文本3条路径保持平行独立。Mirage 让所有模态进入语言模块的彩色漩涡，完成融合。提取特征已是原生融合后的高级语义，非原始数据。这种设计避免了传统单模态特征拼接的先天缺陷。原生融合更接近大脑并行处理多感官信息的方式。自适应层级门控技术确保不丢弃任意一层特征，整个网络完整保留了所有48层特征。针对每种模态设置24个可学习查询向量。跨注意力池化机制从各层主动提取信息。AI 在当前时间不动态决定最匹配的层级，不同大脑区域因此获得不同深度的预测信号。这为每一块大脑区域定制了专属的特征配方。自适应聚合克服了固定层提取的僵化问题。架构优势对比矩阵清晰展示了 Mirage 的全方位领先。传统方法使用多个独立单模态模型，而 Mirage 仅需单一全模态模型。融合时机上，传统方法在下游强行拼接。Mirage 则在模型内部原生融合。层级利用方面，传统方法依赖固定层 ，Mirage 采用动态跨注意力自适应聚合。预测精度上，传统方法遇到分布外数据时断崖下跌 ，Mirage 保持极高鲁棒性。这种从机械拼接到有机生长的转变，更接近真实大脑工作原理。矩阵对比凸显了原生融合与动态自适应设计的价值。Mirage 架构为全脑编码提供了更可靠的预测基础。Mirage 架构的首要步骤是构造一个全模态特征主干，这个主干来自冻结的 Qwen 3大模型，参数保持不变，视频、音频和文本输入流按照2赫兹频率对齐，3种模态的时间轴被精确同步到相同步长，每一层网络的隐藏状态都被完整保留下来，包括所有48个层以及每个时间部的输出。这为后续的自适应门控提供了丰富的特征。Qwen 3网络本身并不参与训练，只负责提取特征。跨注意力层级融合为各模态配置独立池化器，每个池化器都有专属的注意力计算模块。
可学习的查询向量从48层特征中提取信息，这就像在特征海洋中精准淘出金子，提炼后的特征按时间部串联成连续流，最终形成高度浓缩的多模态特征表示。该机制能为不同大脑区域定制专属特征配方，从而显著提升全脑编码的适应性与精度。时间对齐后的多模态特征流进入全脑编码器，该编码器由8层时序 transformer 构成，它能有效建模特征随时间的动态变化。随后，特征经过个体化映射层的线性转换，该层将共享特征映射到特定受试者的脑区，每位受试者对应1000个大脑皮层脑区。训练目标是最小化预测与真实 fMRI 的均方误差。这种设计实现了从融合特征到全脑活动的精准解码。MIRAGE 在全脑预测上刷新了天花板，同分布测试中相关系数达 0.323， 分布外测试也达到 0.227。柱状图显示其显著超越所有基线模型，无论是单模型还是集成模型均胜出。这证明了原生融合架构的强大泛化能力。传统方法在分布外数据上性能断崖， MIRAGE 则保持了极高的预测鲁棒性。原生融合与事后拼接的对比实验给出了明确且强有力的答案。3个不同规模的全模态模型均被纳入这项系统性验证。以最大的 Q13 Omni 30B THK 模型为例，事后拼接版本的预测相关系数仅为 0.304， 原生融合版本的相关系数则提升至 0.319。红色条在所有模型上都明显长于黄色条，这证明原生多模态交互始终优于事后拼接策略，而且这种优势在全部3种模型上均保持一致。Mirage 在跨数据集测试中展现了强大的泛化能力。实验使用老友记作为训练集，测试集则为全新的电影集，属于分布外场景。Mirage 的 Pearson 从 0.310 降至 0.217，跌幅仅为 30%， 显示出良好的稳定性，而 Linear Baseline 从 0.223 跌至 0.134， 跌幅高达 40%， 性能断崖式下降。这得益于原生多模态特征与 Transformer 编码器。基准特征输入时，皮尔逊相关系数为 0.227， 加入交叉注意力门控后，指标提升 0.026， 时序脑编码器贡献最大，增益达 0.052， 完整模型集成后最终达到 0.322。这个跳跃证实显示建模时间动态的关键作用。交叉注意力池化提供了关键的精准微调，这种模块化拆解验证了各组件的设计有效性，每一步提升都朝着更精准的全脑编码迈进。该模型生成的大脑热力图清晰展示预测精度分布，最高相关值达到 0.73， 涵盖多个主要脑区。外侧枕颞皮层和颞上回构成主要热点区域，下额叶区域也显示强烈的预测信号峰值。这些脑区参与复杂社会叙事等高级理解任务，它们也处理重要的连续视觉追踪等动态过程。多模态对话同样激活大脑的这些皮层区域，模型预测与人类认知脑区实现精确对应吻合。大脑皮层中不同模态有明确的领地划分，红色区域覆盖后枕颞皮层主导视觉处理，蓝色区域位于听觉皮层周围的颞上区，处理声音信息，绿色区域分布在外侧颞叶与下额叶，负责文本与语言。这些分区与经典神经解剖学高度一致。颜色较暗的区域如颞顶交界处没有单一主导模态，这正是大脑进行高级多模态融合的核心关联区。该拓扑图为 Mirage 的多感官编码提供了生物学依据。MIRAGE 在所有7个业务网络中都获得提升，最大提升在视觉和背侧注意力网络。视觉网络相关系数提升约 0.13， 背侧注意力网络提升约 0.12。 这2大网络负责视觉追踪与注意力分配。电影刺激需要持续跟踪角色与场景， MIRAGE 的非线性融合架构对此有效，验证了多模态动态建模的神经学价值。自适应层级门控机制不只提升了预测精度，它还让研究者看清模型调用了哪些具体层级。热力图清晰展示了音频、文本、视觉3种模态，它们的跨注意力权重都集中在20到48层之间，而早期0到10层区域的权重极低，几乎不参与。这说明与大脑最相关的表征源于深层网络层，浅层 token 编码并未直接贡献于神经活动的映射。这一透明性架起了 AI 深度与认知深度的桥梁。视觉模态的跨注意力权重、
高度聚焦在中间层 QN3 的第25至30层，窄带共识核心。热力图显示，亮黄色条带集中在该段区间，这表示视觉语义在中段深度整合固化，模型通过门控自动舍弃浅层与极深层特征。这种窄带共识与大脑视觉皮层逻辑一致，跨注意力池化只提取了最相关的中段特征。AI 深度与人类视觉认知在此处精准对齐。与视觉的极度聚焦不同，听觉特征呈现弥散整合模式。跨注意力权重主要分布在网络中间层15到35层之间。这种宽域分布反映语音处理的生物学特性，需要更长窗口。声音和环境音需要更长的时间窗口来整合声学信息。声学到语义的过渡较为平缓，需要调用多层网络特征。因此，听觉权重没有像视觉那样高度集中在一个窄带，而是形成弥散的青蓝色光带，跨越近20层网络深度。这使 AI 在多个深度提取听觉特征，匹配大脑处理逻辑。热力条图显示，文本特征的跨注意权重有2个峰值。第一个峰值位于网络约25层附近区域，该层与视觉特征带高度重合且基本对齐，可能处理基础词汇与跨模态对齐任务。第二个峰值出现在38至40层之间，对应语言模型的高级抽象与句法分析能力。这种多级分工完美映射人类语言认知过程。语言特征需要跨越多个深度进行特征整合。MIRAGE 的3大核心优势被总结为原生融合、动态聚合与未来范式。原生融合强调多模态交互应在模型内部发生，这比事后拼接更贴近人类认知。动态聚合通过自适应层级门控提升了泛化精度，并为 AI 深度与认知深度搭建了可解释桥梁。实验证据表明， MIRAGE 在同分布和分布外测试中均刷新了 Algonauts 2025的 SOTA 记录。它为非侵入式脑机接口提供了跨被试者鲁棒性极强的基础框架。不过，当前架构仍依赖大模型冻结训练，计算资源需求较高。未来可探索轻量化版本，以适配实时解码场景。这一工作展示了多模态 AI 与认知神经科学深度交叉的潜力。探索大脑极限的过程，正是 AI 自身进化的镜像。